我是佩佩。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迷走工作坊2019年新出的桌游《高雄大空袭》。这是一款合作类型的游戏，它可以支援2到6人一起玩哦。它同时也是一款剧本情境类游戏，总共有5种不同难度的剧本，玩法也相差许多。在游戏中呢，玩家可以选择扮演8个不同的角色，有高校生、音乐家、医师、厨师、神父、工程师、记者，还有高沙兵。每一个角色呢，都会有3个时期的不同的羁绊卡目标，来让玩家挑战。羁绊目标呢，会依据玩家挑战的程度来决定角色成长的方向。会选择圆满呢，或者是遗憾。在角色图板上有生命还有不安2个数值，在游戏的过程中，只要生命跟不安来到同一个水平位置，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脸，角色就会立刻死亡，游戏立刻失败。好，那大家已经知道高雄大空袭是一个怎么样的游戏了吧？那我们就一起来进入游戏设置吧。首先呢，我们把地图图板摊开来放在桌面上。接着把神机卡、废墟标记、食物标记，还有骰子放在地图的周边。接下来我们找到有这个图示的地方，放上跟玩家人数一样的物资卡，以及有这个图示的地方呢，我们放上防空洞标记。在地图图板下方，我们会找到轰炸机的起始点，将轰炸机标记放在这个地方。在地图图板设置完之后，每个人选择一个角色图板，并且将相对应的羁绊卡放置角色图板边。依据羁绊卡时期1、2、3，我们依序把它放在角色图板旁边。接着把技能标记、体力标记、生命标记还有不安标记放在角色图板相对应的位置上。接着拿取跟角色图板对应的角色立牌，把它放到高雄E的起始位置。接着由生日最接近10月12日的玩家获得起始玩家标记。最后呢，我们从这5个剧本里面挑选一个剧本来进行剧本设置。设置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游戏咯。游戏每一个回合分成4个阶段，分别有求生、剧本、空袭、进食4个阶段。在求生阶段，我们会由起始玩家开始，轮流从宝足区花费一点体力放到行动格上。只要行动格上移动做完之后呢，再将它移到饥饿区。当所有玩家的体力都来到了饥饿区，或者有人放弃行动，我们的求生阶段就结束。接着说明行动格上面的意义。行动格上有移动、搜索、清除3种不同的图示。每一点的移动呢，我们都可以让角色移动到相邻的地点上，也可以使用建筑物来进行特殊移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红色的就是铁路。我们可以一步从高雄驿来到了高雄港，也可以用港口之间的移动，所以我们可以一步来到了左营港。那大家可以看到呢，这边黄色的部分呢就是山区。我们上山的时候呢，因为比较辛苦，所以必须花费2点移动才能够来到山区。在山区间移动，或者是想要下山呢，就比较轻松一点，就只要花费1点移动就可以下山咯。这里要注意的地方是，高雄港跟高雄灯台并不属于相邻的地点。所以这边有个静止的符号，代表它没有办法直接移动，必须要这样子走才能够进入高雄灯台。接下来解释搜索，每一点搜索呢，玩家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地点上拿取物资卡上面的第1张，放到自己的负重区。依据物资卡上方的图示，我们会将装备、动物伙伴、食物、道具放到角色图板上相对应的负重格内。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食物卡片，我们会依据它食物卡片上面的点数来将相对应的数字的食物标记放到这张卡片上。如果你已经拿到新的物资卡，可是上面都已经没有空格的话，你可以选择弃掉你不要的物资卡，再将新的物资卡放进来就可以咯。接下来解释清除。
清除呢，主要是拿来清除这些废墟标记，因为有废墟标记的地方，玩家是没有办法移动进出，也没有办法搜索上面的物质卡，所以我们会花费清除来清除自己所在地的废墟标记，或者是清除相邻一格的废墟标记。除了刚刚上面讲的3个行动以外，我们也可以在执行行动格的时候执行任意次数的免费动作。免费动作有2种，分享以及使用。分享是玩家可以跟相同地点的其他玩家彼此分享手上拥有的物资卡或者交换剧本的道具。另外呢，物资卡上面有这个蓝色图示，代表它是道具类型的卡片，它只能够在你执行行动格的时候使用。例如这张米酒，你使用它的时候不安会下降1点。使用过后，这张卡片我们就会移到弃牌堆。道具类型的卡片呢，除了可以对你自己使用以外，也可以对跟你站在同一个地点的其他玩家使用。当求生阶段结束后，玩家会一起进入剧本阶段，与剧本相关的效果呢，都会在这个阶段执行以及结算。例如高雄特高事件的剧本，特高移动呢就会在剧本阶段的时候出现。结束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到最可怕的空袭阶段。在空袭阶段呢，我们会有起始玩家来掷骰，骰子面的数字就是飞行的距离。如果假设今天骰到数字是3的话，那飞机会飞行3格来到这个地方，它会直接轰炸这一整排建筑物。那在这些建筑物上，我们就会放上废墟标记。假设说你现在这个地方的废墟已经有废墟标记的话，就不用再放上新的废墟标记。那另外一个重点呢是，如果今天玩家刚好停留在这些地点上，而且他没有躲在防空洞里面的话，它就会造成伤害，生命会降2，不安会上升1。已经有废墟标记的防空洞，再次遭到空袭的话，就会翻到永久损坏的这一面，那它防空袭的效果就没有咯。空袭阶段，如果大家都平安存活的话，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进食阶段。在进食阶段，玩家可以执行进食、透支跟恢复与重置。所谓的进食呢，是你可以花费自己手上的食物，来让自己或者跟你站在同一个地点的其他玩家一起进食。每当你花费1点食物的时候呢，你的体力就会恢复1点。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手上这张物资卡已经完全没有食物了，那我们就会把它移到弃牌堆。所以有一种可能性是，你手上已经没有任何食物了，或者你不想要花费自己的食物，你可以选择用透支来恢复体力。所谓的透支呢，是你可以选择减少生命1点，来让你体力恢复1点。在整个进食阶段的最后呢，我们会将技能跟物资卡重置，这样1回合就结束咯。接下来将回合标记移到下一个回合。如果回合标记停留在有增援图示的这个回合数时，我们会拿取一个新的轰炸机，放到地图图板上有增援图示的下方。接下来空袭阶段呢，就会有额外轰炸机一起空袭咯。接下来说明羁绊卡，玩家手上的羁绊卡呢，会在以上不同的阶段来做结算。端看卡片上面的文字说明。例如医师的这张卡片，它上面写着，医师必须在求生阶段结束的时候，停留在高雄出张所或者高雄天主堂的话，这张卡片就可以圆满。那如果达成了条件，就会翻过来圆满这一面，插到角色图板该时期的位置。那这代表这个角色因为圆满而成长了。相反的，你如果没有达成条件的话，可以提升2点不安，来将羁绊卡翻面至遗憾，一样插到角色图板的背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遗憾，继续想办法达成这张羁绊卡的目标。但这个时候呢，你的不安会上升1点。可是下个回合你还可以继续挑战这张羁绊卡。那有个地方要注意的是，当你完成了一个时期的羁绊卡，下一张新的羁绊卡必须在下个回合之后才能开始挑战哦。在游戏过程中呢，如果你的不安值太高的话，你可以到你的信仰地点。例如，医师的信仰地在高雄天主堂，他可以移动到这个地点。只要行动结束的时候，他还停留在这里，他的不安值就会降到最低。以上呢就是游戏基础的规则说明，其他不同剧本呢都有不同玩法，我会把教学影片放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点选来观看哦。最后，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有任何问题的朋友，可以加入 Mizo 讨论区发问，那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那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加入哦，拜拜。咱袂能记，袂过来，予我牵你的手，唱一条
恋我。